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月球的真相。这个陪伴了地球几十亿年的星球真的只是一颗行星那么简单吗？人类对它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为什么它始终只有相同的一面对着地球呢？那在它的背面又有多少诡异的传闻呢？它真的是外星人用来监视地球的工具吗？它的身上又到底有多少隐藏着的谜团呢？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嘛，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随着人类科学文明的不断发展呢，人们对月球这个千百年来从未怀疑过的行星呢，最近也开始了种种的质疑。最初呢，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呢，月球是美丽的仙境，有嫦娥、月宫和玉兔，到处都是亭台楼阁。但是随着人造月球卫星拍摄传回的画面显示呢，月球只是一颗光秃秃的、没有大气层和空气，也完全没有任何生物的死星球。人们就开始失望了，但也慢慢的接受了。不过对于月球的研究呢，从未停止过。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诡异现象呢，又让人们对它产生了疑问。月球到地球呢，距离是38万公里，而太阳离地球呢有1亿5千万公里。于是能够得出呢，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呢是月球到地球的395倍。那太阳的直径呢是138万公里，而月球的直径呢是3400公里。于是呢，得出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395倍。多么惊人的巧合呢？也许有人就会说这种巧合没有意义。而太阳距离地球呢有395倍远，距离呢刚好抵消了大小，所以这两个天体呢在地球上看起来是完全相同的。这是自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呢？而宇宙中呢会有这么多巧合的天体吗？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经就说过这样的话：不管用哪种资料和法则来衡量呢，月球都不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阿西莫夫的话呢确实有道理，月球正好大到能够造成日全食，却又仍然能够让人们看到日冕。这种在天文学上呢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来解释了。难道是巧合中的巧合吗？科学家们当然并不这么认为科学家威廉希尔顿呢在《赢得月亮》的书中就说要让飞行器在地球的轨道上运行呢，就必须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时速呢，在100英里高的太空中飞行，才能够达到平衡点。同样的道理呢，月球要保留在现有的地月轨道上呢，要和地球的引力达到平衡点呢，也都有精确的速度、重量、高度才行。虽然所有的行星卫星都能够达到这种平衡，但问题就是那些天体的卫星的体积都非常的小，而月球与地球的体积相比呢，它就大得多了，这是很难想象的。按照天体运行的理论呢，像月球这么大的天体，在地球离得这么近的情况下呢，肯定是一头撞在地球上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地球上的天然卫星。所以这就很奇怪。威廉希尔顿就说呢，月球永远以相同的一面对着地球，这也是常年来科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之一。只有太空船飞到它的背面，人类才能够看到那里有什么。而天文学家们一直就认为呢，月球的背面应当和它的正面差不多，也有很多的陨石坑熔岩洞。可是从太空发回来的照片却很奇怪嘛，月球的背面竟然非常崎岖的不平，山脉遍布，只有极少数的熔岩海。那这又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无法解释，因为按照常理的话，月球是一颗自然形成的星体的话，它的任何一面都会受到太空陨石的撞击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会有内外之分呢？而月球自转1周的时间也与它绕地球公转的时间是完全相同的，这也太诡异了吧。有人解释就是说这是向心力原理造成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太空中却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呢？美国人在1996年的11月20日发射了月球轨道环形器2号。当它成功的降落在月球表面的时候呢，振度计呢就记录下了长达15分钟的一个振动。这也让科学家们感到害怕，因为普通的星体只能发出3分钟左右的振动，除非月球是空心的。关于这个现象呢，俄国的科学家柴巴科夫呢和米凯辛首先就提出了令人震惊的太空船月球理论，用来解释月球的起源。他们觉得月球根本就不是地球什么的自然卫星，而是一颗由某种高度智慧生命造出来的星体。他们就觉得月球的内部呢肯定有很多的实验资料和设备，最后呢被外星人有意的布置在了地球的轨道。而这一点呢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人类对月球的所有的描述呢都是从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的，这也就是4000年前而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呢却没有任何对月球的记载。古埃斯特克人曾经就用结绳文记载过这样一段描述：巨大的太空船遮住了整个天空，然后它慢慢的升起越升越高，越来越小，直到几年之后才停止。这个时候呢，太空船只有太阳那么大了。
而且呢只在夜晚出现。这段描述令人震惊啊！它明显的就能说明当时外星人将月球这个太空船首次放置在了地球的轨道上，并逐渐的调整了位置以及全部的过程。当然了，这个说法被科学界嗤之以鼻，因为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外星人嘛。在1968年的12月呢，美国人发射了阿波罗8号飞船，用来探测月球背部的信息。2名助手在飞船来到了月球背面上空时，用肉眼观察呢，惊奇的就发现有飞碟在月球的背面的表面降落。弗拉克立刻就拍下照片发回呢，美国当时就列为了最高机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呢，因为疏忽而公之于众。照片呢是在飞船距离月球100公里处用望远镜拍摄的。从照片上能够清晰的看到呢，有个巨大的碟形飞船呢正在朝月球的表面降落，而飞行器上的舷窗清晰可见。而在飞碟即将着陆的月球表面上呢，也有类似于起重机吊臂的东西，它们呢是等距排列的，很像是地球上机场跑道两旁的那种标志塔一样。这组照片一经公布呢，不仅证明了月球背面确实有基地，同时也证明了月球背面有外星城市。这也完全印证了瑞典的科学家报道的苏联在1964年发射的月球9号宇宙飞船呢，就已经在月球的背面拍摄到了一些内容。那也是一个飞船基地，也有形状奇特的高大建筑。而苏联的科学家伊凡桑托森就说那些照片中类似于机场跑道标志的那种建筑物呢，应该就是引导宇宙飞船起降或者是将飞船引向月球内部的一种标志。到了1969年呢，美国的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成功。阿姆斯特朗在迈上月球表面的时候呢，对休斯顿基地说很奇怪，我为什么在月球上看不到任何的太空中的星星？他说的话呢，让基地的科学家们也都为之震惊，因为这不合常理嘛。在地球上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星星，而月球上呢没有大气层，看到的星星应该更多更亮才对。不仅如此呢，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的表面行走时还发现了23个人类的脚印，而且还是赤脚的那种。在过去的40多年中呢，美国当局对此呢一直是高度保密。到了最近几年呢，在很多飞碟研究人员强烈的要求下呢 ，NASA 才公开了这个秘密。在2011年的5月呢，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康姆庞呢就对美国新闻媒体说在月球上发现有人类赤脚脚印呢是令人震惊的。这足以说明有人已经抢在美国的前面登上了月球，而且不用穿任何的宇航服。康姆庞还说到呢，根据当年档案的内容呢，当时的宇航员说这些脚印绝非是属于人类，而留下的时间呢也不会太久。常识就告诉我们嘛，地球人不可能赤脚在月球上，不但呼吸是个问题，而且人的自身是有压力的。为了抵抗空气和气压呢，人不穿宇航服进入太空用不了几秒钟呢，肺部就会爆炸。那在登月舱返回地球之后呢，美国的军方立刻把此事呢列为了最高机密，并命令阿姆斯特朗等人不得将月球上看到的一切透露出去。回来后的几名宇航员呢，立刻就患上了忧郁症，并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呢，他一直对 NASA 很是不理解，他就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全世界。从阿波罗从月球上带回的岩石样本表明呢，岩石中是有明确的水分的，而且呢，很多的岩石中的金属元素呢都是地球上没有的，而岩石的年代呢也已经超过了200亿年，而地球的年龄也不过几十亿年。之前我们认为月球是从地球分出去的，它的年代呢只能比地球更近，而岩石的成分呢也应该和地球差不多，这又是如何解释？难道它们之间有一个4维的通道吗？无独有偶呢，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轰炸机为什么突然会停在月球的表面呢？是太空宇航员看花了眼吗？还是时空扭曲呢？或者干脆是外星人干的吗？而这件事情又为什么被政府封锁呢？在1987年的3月呢，由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月球1号呢，按照惯例向地球发回本周的太空照片，共有100余张。其中呢，负责接收月球1号资料的第16小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清晨刚上班的时候习惯性的打开控制台，自动连接的打印机呢，已经把这个从卫星上发出的信号转换成图像，打印在纸上送了出来。这些图片的内容呢，基本都是卫星自动拍摄的月球表面的图片，用来对月球的气候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从打印中拿出了一沓打印好的相片习惯性的随意翻了翻。就在要将档案交给组长的瞬间呢，忽然他就愣住了，手中有一张图片上显示的东西很眼熟，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当他用力揉了揉眼睛呢，照片上清晰的显示在月球上布满环形坑的里面呢，静静的居然停着一架2战时期的轰炸机。而工作人员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连忙找来了组长。组长看了之后也不敢怠慢嘛，
直接以绝密文件的级别就上报给了副局长刘米琴科。刘米琴科立刻就交给了局长，局长下令就开会研究嘛。图片上出现的这架飞机呢，是英国的汉普顿52型轰炸机，在机身和机翼上都有明显的英国空军的标志。机身上很多的地方呢都被陨石击坏了，但机体呢还算完整。机身上布满了青苔，就静静地停在月球表面的火山口上。在排除了恶作剧的因素之后呢，局长立刻就命令控制台呢向月球1号卫星发出指令，在下次经过同一位置时继续拍摄相片，以验证。以后呢，卫星每经过同一角度的时候呢，又拍摄回大量的照片。那架飞机呢，仍然静静地停留在那里。这会不会是美国人搞的登月实验呢？刘米琴科就问局长，当时局长就摇头说这不可能。美国人如果再次搞了登月实验，不可能完全的把别国给瞒住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成为了苏联航空局头号的机密。可是冷战期间的美国间谍无孔不入嘛，他们只用了几天就拿到了图片的第2份打印件。正当两国的科学家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研究的时候呢，在1988年的7月呢，负责观察第16小组工作人员的报告就说，那架轰炸机突然之间失踪了，在原来的位置呢，并没有发现它的影子了。当时的消息呢，令全局上下一片哗然。在接下来呢，对月球表面的图片的传送检验中呢，再也没有在月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看到这架轰炸机了。所以这架飞机突然的出现，又忽然的消失，引起了苏联的科学家种种的猜疑。专家中就有人怀疑呢，那一颗人造卫星拍到的照片呢，根本就没有轰炸机。但把照片拿过来重新看呢，它明明清清楚楚的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呀。可是现在它又在哪里呢？苏联的首席航空专家斯坦诺夫麦杰维耶夫博士20年后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就说到，他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在1985年时发射到月球的那颗人造卫星叫月球1号。它在太空拍摄发回来的那批照片显示呢，那架属于英国空军2战的重型轰炸机就停在月球的一个火山口附近。它的表面虽然有一大部分被太空的陨石给砸坏了，但大部分的机身呢仍然是完整的。他又对记者的补充道说那架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英国空军的标志在经过放大之后都很清晰，而且照片还显示出那架飞机的表面是布满了绿色的物体，就像是刚从海底打捞出来一样，机身长满了青苔。他说我们完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也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和我们一样根本无法解释这件事情。博士就笑着说道我们最后只能推测这架飞机呢是被外星人劫持的，再把它送到了月球上短暂停留之后呢，外星人以为地球人看不到它，可是呢我们看到了。但是飞机怎么被带过去的呢？没人知道。对于这组苏联卫星的照片呢，美国官方一直拒绝做出任何的评论。NASA 的某位官员就指出呢，在月球上发现2战飞机呢，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博士却坚称呢，那些卫星拍回来的高度机密的照片是完全真实的。他们说呢，美国政府和军方只会隐藏真相。这件事情呢，在美国政府逐渐公开的绝密文件中被大众所熟知。无独有偶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呢，还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据美国世界新闻周刊1995年9月第3期披露呢，在1995年的2月呢，美国的天文学家克芬德·路丁公布了他的惊人发现。他用电子天文望远镜呢对火星进行观测，突然出现在视野内，就看到了4架2战时期失踪的美国的格鲁门式的轰炸机，他们正在火星附近的太空中静静的编队飞行。此事一经发布呢，立刻就引起了公众的议论。但是美国官方呢拒绝做出评论，而瑞典的权威科学家约尔海姆博士就说呢，路丁博士在火星附近看到的那几架飞机呢，我想呢应该与苏联在月球表面发现的飞机是有联系的，可能也与其失踪的地点魔鬼三角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这件事情呢还要把历史之夜翻回到52年之前，那是第2次世界大战刚刚平息嘛。在1945年的12月呢，带着2战硝烟的美国海军航空兵呢第19轰炸机大队的5架格鲁门式的轰炸机从佛罗里达州的苏德戴尔堡基地开始起飞，前往大西洋海上巡航。这一天天气非常好，而大西洋上空没有任何能够影响飞行的气候异常。可当飞机进入波多黎各和迈阿密3点构成的三角地带的时候呢，也就是著名的百慕大，却突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同时呢也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失踪之前呢，这5架飞机没有发出过任何的遇险或求救信号，在失踪后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失踪痕迹。他们和空军基地中断联系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钟。
但最诡异的是被立刻派往海域进行搜救的救援的马丁水手式巨型水上飞机呢，不但没有找到目标连自己呢也没有再能够飞回来。直到失踪的2个小时之后呢，芬德戴尔堡空军基地呢，意外的就收到了一个不知从何处发来的微弱的反复的无线电求救讯号。按照时间逻辑来算呢，这个时候应该是那5架飞机燃油应该已经耗尽了，而这个求救信号呢又没有报出方位和坐标，所以搜寻求救根本就无从下手。他说没办法，这5架飞机呢，连同水上飞机呢，只能被当成遇难来处理，而永远呢从军级名册上被抹掉。转眼间呢，事件已经过去了50多年，而美国空军基地的人呢，也都换了一批又一批了，很多人都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52年之后的今天呢，那5架飞机呢，竟然出现在遥远的火星附近，40亿公里外的太空之中。克芬德·路丁博士就说呢，我在用由计算机控制的电子天文望远镜观察火星时呢，意外就看到了已经失踪多年的那5架格鲁门复仇式的轰炸机中的4架，在距离火星表面呢只有几公里远的太空中正在做编队飞行。它们排列得很整齐就像是平时在地球上执行任务那样。从这些飞机进入到计算机自动跟踪系统之中直到它们飞出系统以外的时间来推算呢，那4架飞机的飞行时速竟然达到了难以置信的4万公里。观看过望远镜自动录像画面的美国空军的芬德戴尔堡基地中的中校皮特就说，那4架飞机呢是以紧凑的编队形式飞行，而且飞行的状态良好，明显是有人在操纵着它们，并且呢我们还能够清楚地看到飞机上的美军的标志，所以我们认定这4架飞机呢就是在1945年消失的飞机。那对于路丁博士发现这一事件呢，科学界有很多人怀疑它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但路丁博士却坚信说我知道肯定会有障碍和批评，但是这丝毫没有困扰到我，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最遗憾的是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从地球进入太空的，而他们又在太空中做什么，想要飞到哪里去。当然了，整个事件的真假呢，我们不得而知。难道地球存在着一个通往其他空间的通道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